俄罗斯内乱，普京的手下公开反叛。阿拉斯加会谈结束，美俄就领土交换达成一致。乌克兰安全保障加入北约第5条例。亚速第一军反攻红军村，乌军特战队攻入克里米亚。因无人机袭击，俄2025年 GDP 损失 4.11%。俄罗斯狂言72小时占领波罗的海3国。以或将爆发新冲突，加沙下一阶段军事行动即将来临。精彩内容马上开始。在过去1周内，国际上最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阿拉斯加会谈。近10年来，普京首次踏足美国领土，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和谈，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不过就结果来看，这次会谈基本就是一场表演秀，美俄都可以宣布自己的胜利。对于普京而言，俄罗斯扛住了美国的压力，没有在乌俄问题上妥协。对于特朗普而言，距离诺贝尔和平奖更进一步，做到了拜登没做到的事。只是如果再深入一点，大家就会发现，本次阿拉斯加会谈，普京才是最终的赢家，制裁已经彻底没了。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取消了之前提出的2级制裁，理由是双方的会谈非常顺利，最重要的领土交换问题也与美国达成一致，这对乌俄局势造成很大的影响。8月12日，意大利《晚邮报》报道，俄罗斯公布了新停火协议，内容包括乌军撤出顿巴斯，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剩余的区域交给俄罗斯。作为交换，俄军撤离苏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赫尔松战线将被冻结。除此之外，俄罗斯还要求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并进行非军事化和宪法改革。更离谱的是，这份协议将乌克兰和欧盟排除在外，俄罗斯只需与美国达成协议就行了，当事人都被排除了，谁会同意这种协议？很明显，俄罗斯这不是想停火，而是让乌克兰投降，为之后全面占领乌克兰打下基础。对于俄罗斯毫无道理的协议，泽连斯基表示拒绝。乌克兰不会离开顿巴斯，如果放弃顿巴斯，这里就会成为俄军进攻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哈尔科夫的跳板。对于结束战争的要求，乌克兰提出了5点：第一，在领土谈判之前实现停火，并不在边界做出让步；第二，乌克兰获得加入北约、欧盟的保障，持续获得军事援助；第三，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金额在5000亿至1万亿美元之间；第四，遣返所有战俘；第五，不解除对俄制裁，防止其恢复实力，发动新的战争。也就是先停火，冻结前线，之后再进行谈判，内容什么的大家好商量，只有领土绝不让步。特朗普也知道泽连斯基的态度。8月13日，特朗普与欧洲部分领导人泽连斯基进行通话，当场表示与普京进行会谈时不会讨论领土交换，这事儿只有泽连斯基与普京才能决定。当时火力军松了一口气，只是谁也没想到特朗普变得那么快。第二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将是一场关于边界和土地的妥协，说好的不谈领土，只谈停火呢？等到8月15日，阿拉斯加会谈结束后，火力军悬着的心彻底死了。欧洲真理报报道，在领土交换问题上，特朗普已经与普京达成基本共识，并且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必须同意，泽连斯基也必须同意。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阿拉斯加会谈上，普京提出的领土交换与之前报道的一致，甚至还多了几个要求，比如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以及俄语在乌克兰的官方地位。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领土交换问题上，美俄已经达成一致。至于主权问题，美国大概率不会替乌克兰决定，就看后续怎么谈判了。泽连斯基已经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除了领土交换问题，在阿拉斯加会谈上还讨论了乌克兰的战后安全保障。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乌克兰将得到类似北约第5安全协议的保障。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就偏向和谈，结束乌俄战争，欧洲也开始讨论如何保障乌克兰的战后安全。在此之前，欧洲的意见是派遣维和部队，但这事儿需要商量，商讨部署地点、人数等，这个过程相当复杂。而且俄罗斯一直拒绝维和部队，认为欧洲会直接参与战争，双方一直僵持不下。于是在3月份，意大利就表示可以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第5条例，这比其他安全保证更有效。北约第5条例就是集体防御措施，如果俄罗斯之后违反停火协议，继续攻击乌克兰，那么北约就可以对俄罗斯发动反击。在本次阿拉斯加会谈中，美俄也商讨了战后安全保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目前的结果是乌克兰加入一个类似北约第5条例的协议，而不是直接加入北约第5条例，只能说还能接受，但威慑力不够强，需要派遣维和部队巡逻。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已经表示，乌俄宣布停火的第1周就会派遣军队重建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允许皇家空军战机在乌克兰上空巡逻。乌俄战场方面，莫斯科爆发内乱，普京遭遇背叛。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
德米特里·科扎克公开表示要结束战争，并立即开启和平谈判。如果只是这些也没什么，但科扎克还表示，乌俄战争一开始就是错的。之前他曾劝阻普京不要进攻乌克兰。科扎克曾负责索契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并监督所谓的克里米亚一体化进程。不过科扎克与普京的态度不同，并且还要发表自己的看法，结果就是被边缘化。科扎克未来会不会背后中7枪自杀还不好说。对于《纽约时报》的报道，俄罗斯官方并未做出任何回应，但沉默有时也是一种态度。火力军相信，即使在俄罗斯内部，科扎克的态度也不是个例。莫斯科内部已经不稳定了。除此之外，北高加索也掀起叛乱之风。随着经济停滞，生活水平下降，俄罗斯民众也会有意见。克里姆林宫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就看之后如何发展了。战场方向，乌克兰第一亚速军抵达红军村，迅速剿灭了俄渗透部队。顿涅茨克的局势已经稳定了下来。过去1周内，俄军的主攻方向就是红军村。俄罗斯第5、第110以及第132独立摩托化步枪旅的小步兵群进行了初步渗透，进入乌克兰后方。由于孤军深入，其处境十分危险，人数也不多，不过300人至500人。就结果来看，俄渗透部队被打惨了。在多布罗皮蒂亚方向，亚速第一军消灭了俄军第132摩步旅等渗透部队，清理了顿涅茨克的6个定居点，俄军损失近1300人。维克多·特雷胡波夫上校表示，红军村的局势已经稳定，乌军阻止了俄军的渗透战术。为了进一步推进，俄军向多布罗皮蒂亚地区重新部署多达2个营的兵力。不过在乌军部署重兵防守的情况下，俄军这种快速穿插战术很快就会被击溃。克里米亚方向，乌军频繁攻击俄雷达，甚至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克里米亚。火力军猜测这是乌军反击克里米亚的第一步。在摧毁俄军防空体系后，乌军的无人机打击频率将进一步上升，最大程度的削弱俄军实力。之后就可以选择攻入克里米亚，或者打击俄军增援部队。就战场总体局势来看，美国停止援乌的确对乌克兰造成了影响，但欧洲已经顶了上来。在战场之上，俄罗斯的伤亡是乌军的3倍。如果把所有失踪人员归于阵亡，俄军的死亡人数将是乌军的5倍以上。在前线伤亡惨重，后方经济陷入停滞的情况下，该慌的应该是俄罗斯。除了以上这些，乌军对俄本土的袭击也没有停止，反而进一步增加。8月11日，莫斯科、卡卢加、图拉等11个地区的工业设施遭遇无人机袭击，奥伦堡地区的氦气工厂也发生了爆炸。这是俄罗斯大规模生产火箭级氦气能力的设施，损失极为严重。8月12日，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市的化工企业发生爆炸，见证着无人机的仓库再次遇袭。经俄军方证实，乌克兰发射了海王星巡航导弹，袭击了俄罗斯本土目标。8月13日夜间，乌军无人机群袭击了布良斯克的抽油站，这是德鲁日巴输油管道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后者是俄罗斯能源通往欧洲的枢纽。虽然欧盟已经不用俄罗斯石油了，但还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8月14日，莫斯科、沃罗涅日、罗斯托夫、克里米亚、扎波罗热等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导弹的袭击。伏尔加格勒的卢克伏尔加格勒炼油厂被击中。阿斯特拉罕州的奥利亚海军港口遇袭，目标是装载伊朗武器装备的运输船。8月15日，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发生爆炸，这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梁赞州埃拉斯特克工厂火药车间也发生火灾，俄罗斯声称车间可能存在安全规范行为，也许是烟头。即使是周末，乌军的袭击也没有停止，火车站、炼油厂都是打击目标。来自乌克兰的消息称，仅在2025年，乌克兰的远程打击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达到了其 GDP 的 4.11%， 金额大约为741亿美元。顺带一提，在阿拉斯加会谈上，美俄还初步达成了空中停火，也就是说，禁止乌俄双方的无人机、导弹袭击。很明显，这对俄罗斯有利。目前双方还没有签署正式协议，就看泽连斯基怎么谈了。战场之外，俄罗斯发出狂言，谁加入北约打谁，声称72小时占领波罗的海3国。8月11日，俄罗斯对摩尔多瓦发出威胁。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表示，如果摩尔多瓦加入北约，将导致其丧失主权。威胁理由与当初进攻乌克兰一模一样，阻止其加入北约。目前，俄罗斯在德佐沿岸部署的军队已经蠢蠢欲动，随时进攻摩尔多瓦。就火力军来看，俄罗斯原来的想法就是占领乌东4州全部，延伸到敖德萨与德佐连接起来，进而夺取摩尔多瓦。这次所说的阻止其加入北约只是一个借口。在俄罗斯各大政论节目中，讨论的重点已经成为俄罗斯出兵，其中包括如何72小时占领波罗的海3国。这感觉也太熟悉了。火力军还记得乌俄战争爆发初期1小时22分速通基辅的口号。除此之外，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人员还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进攻阿塞拜疆。俄罗斯的目的不言而喻，入侵他国，开拓疆土。如果在乌俄问题上，俄罗斯达成自己的目标，
波罗的海三国、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以及中亚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俄罗斯入侵的下一个目标。中东方向，以色列与伊朗或将爆发新的冲突，加沙下一阶段军事行动来临。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在2025年8月至12月，伊朗与以色列将再次开战。这一次冲突的烈度将进一步升级，美国或许会卷入一场全面战争。根据外交政策的说法，在6月份的冲突中，伊朗的核设施被炸了个七七八八，但这并不是以色列的最终目标，只能说是重点打击目标。以色列的目的其实是重新塑造中东的力量格局，其中包括更迭伊朗政权，将伊朗变成下一个叙利亚。也就是说，在6月份的冲突中，以色列仅获得部分胜利。其次，虽然在6月份以就已经停火，但是在背地里矛盾依旧存在，小范围的交火并未停止。比如胡塞武装时不时的宣布通过无人机打击以色列目标，真主党也跑出来刷存在感，认为我们可以打败以色列，吹牛都不打草稿。胡塞武装、真主党都是伊朗的小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算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此外，伊朗核设施的真实情况以及浓缩铀还剩多少也是未知数。伊朗与俄罗斯还有一个秘密核协议，俄罗斯要教伊朗造核弹，所以之后冲突扩大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伊朗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以伊爆发冲突，伊朗将从一开始就采取猛烈打击的方式，以色列也是如此，激烈程度将远超大家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或许也会被卷入以伊全面冲突。当然，如果伊朗要选择动手的话，结果会很不好。赞格祖尔走廊已经易主，在调停阿亚冲突后，美国获得了赞格祖尔走廊的独家开发权。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经济走廊，但实际情况如何，谁能说得准呢？就位置来说，美国在修建走廊后，可以将其发展成一个军事基地，北上制约俄罗斯，南下威慑伊朗，向东辐射中亚5国，向西打通黑海通道。不仅可以挤压俄罗斯南部边疆区的生存空间，伊朗也在打击范围，在赞格祖尔走廊建立一个军事前哨站，可以与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基地呼应，还可以直接夹击伊朗。伊朗也明白这个问题，于是其最高领袖外事顾问、其外长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表示，反对美国修建这条过境走廊，但也没什么用。伊朗也不敢对其进行实质性的军事行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军再次加强军事部署，加强对伊朗的威慑。换句话说，这就是在伊朗头上竖了一把刀，随时都能扎下去。另一边，加沙地区的冲突也将进一步升级。之前以色列表示要围困加沙城，彻底消灭哈马斯，在加沙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行动要开始了。8月17日，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声称，很快在加沙城启动下一阶段军事行动，继续加强对哈马斯的打击，部署陆海空力量，包括精锐戈兰尼旅、装甲部队及专门隧道作战的工程兵，配合 F-35、阿帕奇直升机实施空地协同打击，直至哈马斯彻底溃败。目标就是与哈马斯达成全面停火协议，满足乙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否则战争不会结束。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的条件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哈马斯一次性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加沙地带去军事化，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边境，并且在加沙地带组建一个可以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机构。具体情况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以色列与伊朗会不会爆发新的冲突？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